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药剂师加藤雅俊所著的《锻炼血管会给身体带来全面的好处，血压、血糖、内脏脂肪都会得到改善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导致血管变弱的3个危险习惯；第二，有效锻炼全身血管的3个方法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导致血管变弱的3个危险习惯。我们从一个核心观点来开始解释：锻炼血管会为身体带来全面的好处。这或许听起来有些夸张，但接下来的分析可能会让您明白其中的道理。人体是由大约37万亿个细胞所组成的，细胞的正常运作依赖于氧气、营养和水分的充分供应，而这些物质的运输是由血液完成的。而血液流通的道路正是血管。血管不仅负责输送氧气和营养，还承担着回收二氧化碳和废物的任务。如果血管受损或堵塞，血液的循环就会受阻，这会导致细胞缺氧和缺乏营养，进而影响到身体的健康。即便我们摄入再多的健康食品，如果血管的状况不佳，营养也无法有效传递。血管的健康不仅关系到营养供应，还影响激素的运输。此外，血管还负责输送白细胞等免疫细胞，在全身巡逻，消灭病原体。如果血流不畅，免疫系统的效率也会降低。由此可见，血管是健康的基石。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化，许多人的血管变得更加脆弱，这增加了心肌梗塞、脑梗塞等疾病的风险。那么是什么导致了现代人的血管变弱呢？作者总结了3个危险习惯。第一个习惯是过于依赖素食。首先需要澄清一下，蔬菜是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但如果像素食主义者那样过度依赖蔬菜，可能会导致蛋白质摄入的不足。血管其实是由肌肉所组成的，而肌肉需要蛋白质维持弹性和健康。如果蛋白质不足，血管会变得僵硬，影响血液流动，进而增加心脏病和脑部疾病的风险。因此，为了保护血管的健康，摄入充足的蛋白质至关重要。理想的饮食是蔬菜和蛋白质的平衡搭配。第二个习惯是长期处于压力中而不进行缓解。长期压力是血管的隐形杀手，持续的紧张状态会让身体保持高度的警戒，让心脏加速工作，血压升高，同时减少对末梢部位的供血。例如，手脚冰冷。压力还可能导致胰岛素抵抗和血糖的长期偏高，从而损害全身血管。睡眠质量的下降更会加剧这一恶性循环。缓解压力是改善血管健康的重要措施。如果生活中有让您感到不适的因素，例如工作或人际关系问题，那就应该尽量减少这些负面的影响，避免长期伤害健康。第3个习惯是过度依赖降压药或利尿剂。降压药和利尿剂虽然可以有效控制血压，但它们无法解决血管硬化或堵塞的根本问题，甚至可能加重血液粘稠度或影响正常血流。因此，作者建议在必要时使用药物的同时，更注重改善生活习惯，减少对药物的依赖。这些不良习惯从不同层面损害了血管的健康。接下来让我来介绍一下有效锻炼全身血管的3个方法。这3个方法是：1. 每次1分钟的超人体操； 2. 温冷交替浴； 3. 摄取有助于增强血管的食物。首先是第一个方法，每日1分钟的超人体操。如果想要锻炼血管，其实有2种方法。第一种是刺激血管的内皮细胞，促使其释放一氧化氮，从而使血管更为柔韧。血管内皮细胞释放的一氧化氮能够预防血栓形成，修复受损血管，并防止血管过热，具有非常出色的效果。一氧化氮是由血管内皮细胞分泌的，要增加其分泌量，需要通过增加血流量，快速提升内皮细胞的刺激效果来实现。通过剧烈运动可以迅速增加血流量，但难以保持习惯且存在受伤风险和逆效果的可能性。
推荐的方法是通过使肌肉迅速收缩，然后放松，来迅速扩张血管。即使不进行剧烈运动，也能对血管内皮细胞产生刺激。第二种方法是通过锻炼血管周围的肌肉，直接对血管平滑肌进行刺激。这种方法非常容易理解，无需过多解释。这两种方法可以同时进行。非常高效的方式是进行每次1分钟的超人体操。超人体操是一种专门设计用于有效锻炼全身血管的体操，每次只需1分钟。方法非常简单。超人体操由以下3个动作组成：1. 超人姿势；2. 扑腾动作；3. 划水动作。每个动作持续10秒，总共30秒，连续做2组，合计1分钟的简单运动。通过这种运动，不仅能锻炼血管平滑肌，使血管更加灵活，还能增加一氧化氮的分泌，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运动。接下来让我来解释一下每个动作。首先是第一个动作，超人姿势。做法非常简单，从俯卧的姿势开始，像超人一样抬起双手双脚，保持10秒钟即可。从俯卧的姿势尽可能的抬高双手双脚。这个姿势通过抗重力将手脚抬起来并停留，不仅能锻炼肩部、背部、臀部、大腿后侧和小腿肌肉，还能有效锻炼身体的核心肌群，是一项非常高效的动作。对于平时运动较少或者肌力较弱的人来说，保持10秒钟也会感到有难度，起初肯定会感到相当具有挑战性。接下来是第二个动作，扑腾动作。从刚才的超人姿势开始，左右交替的快速抬高双手双脚，持续10秒钟。注意不要让下方的手脚碰到地面。相信大家在试过之后就会发现，这个动作相当具有挑战性，所以一开始缓慢地进行即可。在超人姿势后，收缩肌肉并进行这个动作，能够迅速提升血流，增加一氧化氮的分泌，而且在俯卧姿势下，这个动作能够广泛锻炼身体背部的肌肉，这也是它的优点之一。接下来是第三个动作，划水动作。从一开始的超人姿势开始，这个动作是双手双脚悬空，像自由泳一样在空中滑动双手。在这时尽量抬高肘部，使肩胛骨牢固的贴近，这样更能增加锻炼的效果。请保持双脚悬空的状态，并不要移动脚步。超人体操可以有效地接触所有的肌肉。也许有些人认为自己平时运动较多，不需要这样的运动来锻炼血管的平滑肌，但是特定的运动无法全面锻炼到我们全身的所有肌肉，因为血管分布全身，所以需要全面有效地锻炼全身的所有肌肉。采用超人体操是最为合适的选择。接下来是第二个方法，温冷交替浴。也许大家听说过温冷交替浴，这种方法就如其名，是交替浸泡在温水和冷水中的一种健身方式。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在公共浴池或温泉，轮流泡在大约40摄氏度的温水浴和约15摄氏度的冷水浴中。在家里，我们也可以通过交替温水和冷水淋浴来体验温冷交替浴的益处。这种方法虽然对一些人来说可能很新奇，但其实温冷交替浴作为一种健康疗法，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有人开始使用，并且其健康效果已经经过了历史的长期验证。近年来，研究发现温冷交替浴对于减轻疲劳、促进身体恢复方面具有显著的效果，因此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。对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锻炼血管来说，温冷交替浴尤为有效。通过反复加热和冷却身体，可以促进我们全身血液的循环，增加一氧化氮的产生，进而锻炼血管的功能。先是在温水中浸泡，这会扩张血管并产生热效应，随后迅速转至冷水触及身体，使肌肉和血管迅速收缩。通过这种血管扩张和收缩的交替，可以有效提升血管泵的效果，从而改善整体血液的流动，包括改善末梢血液循环不畅的问题。通过促进血流，能确保全身细胞充分获得足够的氧气和营养，同时有效清除代谢产物，
保持细胞活力，这对维持整体的健康至关重要。血液也是运输各种激素和免疫细胞的重要载体，能够调节和支持身体各项生理活动。因此，考虑到这些因素，保持良好的血流对维持37万亿细胞的健康至关重要。作者建议养成良好的习惯，例如温冷交替浴和适当的运动。这些方法有助于促进血流，从而维护整体的健康。之前提到，血管的平滑肌是一种受自主神经控制而不受意识控制的肌肉。在进行温冷交替浴时，血管会在短时间内反复收缩和扩张。这种训练也促进了自主神经的调节。这种调节有助于改善血流，锻炼血管，从而带来多种好处。通过促进全身血流，可以期待美肌效果等外观上的改善。增加血流也有助于确保每个细胞都能得到适当的营养，保持活力。温冷交替浴还能促进体内多余水分和代谢废物的顺畅排出，同时也有助于减肥。自主神经的调节还可以提升睡眠质量。总的来说，温冷交替浴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健康益处。虽然有些人认为只有去公共浴池或温泉才能进行温冷交替浴，但其实在家中也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实现。比如，在浴缸中准备室温的水，用冷水淋浴替代水槽；再比如，浸泡在室温的水中3分钟，然后冷水淋浴30秒，反复进行这些步骤。此外，去蒸桑拿也是一个方便的选择。例如，在桑拿房内停留5分钟，然后马上淋浴冷水30秒至1分钟，反复进行至少3次，即可获得出色的温冷交替浴的效果。这有助于我们保持强健和灵活的血管。蒸桑拿是一种优秀的血管肌肉的锻炼方法，但需要注意，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桑拿房里，如果有慢性病或其他的身体不适，千万不要强行进行温冷交替浴。在尝试这些方法时，请务必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。接下来是第3个方法，摄取有助于增强血管的食物。我们的血管就像肌肉一样重要，因此，如果想要加强血管的健康，摄取能增强肌肉的营养素，特别是蛋白质，是非常关键的。蛋白质可以分为动物性和植物性2种，但是对于肌肉建设来说，推荐摄取动物性蛋白质。动物性蛋白质富含人类必需的氨基酸，因此被认为是最佳选择。作者特别指出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体的消化能力会下降，难以一次性摄取大量的食物，因此建议尽可能的摄取含有人类必需氨基酸的动物性蛋白质，而不是植物性蛋白质。推荐的食材之一就是鸡蛋，因为鸡蛋不仅含有9种必需氨基酸，还富含脂肪、矿物质和维生素，可以说是一种完全营养的食品。为了增强血管的健康，建议大家积极食用鸡蛋。此外，坚持食用富含蛋白质的肉类和鱼类也非常重要。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信息对大家会有所帮助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